欢迎回到 Analyst Bytes。在上一节课里，我们梳理了 CFO 的底层逻辑，也避开了一些常见的正负号陷阱。今天我们要进入进阶部分。在了解了 CFO 之后，我们要开始拿下 FCF 自由现金流。其实不论你计算的是 FCFF 还是 FCFE， 公式里都有两位我们每次都需要碰面的老朋友。一位是经常在账面上隐身的小幽灵 non-cash charges 非现金支出，另一位是稍微一粗心就会算错的小炸弹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今天这节课我会继续用最直白的概念搭配实战例题，带大家把这两块内容彻底理顺。好，我们现在直接进入正题。要彻底搞懂 NCC，我们得先理清它和普通折旧的区别。各位先看屏幕上这个利润表瀑布流，公司的收益从最顶端的 EBITDA 开始起跑，首先会扣除折旧和摊销，水流就来到了 EBIT， 接着扣除利息费用，就来到了 EBT， 最后再次扣除税费，才落到了最底层的 Net Income。 看着这张图，我们要记住一个最朴素的真理，没扣减过的东西我们就不需要加回。看这里，除了最常规的折旧和摊销，其实还有两个比较特殊的 NCC 项目，它们藏在利息和税费里，因此 EBIT 根本就还没有碰到它们，但 Net Income 却已经把它们扣除了。先看第一项，是算在利息里的债券摊销 Amortization of Bond Discounts or Premiums。 为了方便记忆，我们这里直接用负债法则来记忆。折价发行的债券，因为未来要按更高的面值来还钱，相当于在整个摊销期间，企业还在不断向债权人借钱，借钱就是现金流入，所以这笔 NCC 要加上。反之，如果是溢价发行的债券，未来企业要归还的只是面值的部分，所以相当于整个摊销期间，企业在不断的还钱，就是一种现金流出，所以这笔 NCC 就要减去。再看第二个，是计算在税费里的递延所得税变动。在一级财务其实我们就学过，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加，就意味着你现在交给税务局的税更少了，这就相当于拿到了税务局的免息贷款，公司欠税务局的钱就变多了，这是一种现金流入，就需要加上。反过来，如果是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说明你提前把钱交给了税务局，就是一种现金的流出，就需要把这笔 NCC 减去。好，搞懂了这两个隐藏在下半段的项目，我们再回头看 FCFF 的公式，就豁然开朗了。为什么从 EBIT 出发，只需要加回折旧和摊销？因为它位于瀑布的上游，压根就还没有扣除过下面说过的这两项。而从 Net Income 出发，因为它已经在瀑布的最底端了，所有的非现金项目都被扣减过了，所以必须要完整的加回所有的 NCC。 顺便提一句，除了刚才说的这些，像无形资产的减值、变卖固定资产的 Gain and Loss， 以及公司的重组费用，都属于 NCC。 不过这些是属于一级财务里之前就学过的老知识点，考的概率不大，大家在这里留个印象就好。最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各位可能发现了，在计算 FCFF 的时候，从 EBIT 出发是不用加回税后利息 interest 乘以 1减T 的，但从 Net Income 出发就需要加回。这是为什么？原理还是这张图。 FCFF 其实是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共享的公司经营所得，它本质就是 EBIT。EBIT 是在利息费用之上的，它根本就没有扣过利息，自然就不需要加回。
而 net income 已经把债权人的利息扣掉了，所以我们当然要把它重新加回来。光听概念容易觉得抽象，我们现在直接切入实战，把这些法则变成你考场上的肌肉记忆。来看第一题，题目要求我们计算阿尔法这家公司的 FCFF。审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细节，题目既给了 net income， 也给了 CFO， 是不是觉得条件给多了？其实这里埋了一个经典的信息烟雾弹。我们可以先试着从 net income 出发来计算 FCFF。题目明面上只给了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很多人就会默认公司的 NCC 只有折旧和摊销。但如果你用 net income 加上折旧，并经过一系列计算下来，会发现 FCFF 只有545。看选项，根本没有这个答案。为什么呢？因为这道题偷偷隐藏了其他的 NCC 项目，所以只用 net income 加折旧和摊销，你加回来的根本不是完整的 NCC， 当然就算不对。但如果我们换条路，直接从 CFO 出发呢？我们看算出来的结果直接是525，选正确答案 B。 这道题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一个考场秘籍， CFO 的底层数值已经天然包含了所有的 NCC， 所以以后做这类题目，只要看到 CFO 和 net income 同时出现，我们可以优先选 CFO 起跑，直接绕开隐藏的 NCC 雷区，一步到位。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题，这道题要求我们分别从 net income 还有 EBIT 为起点来计算 FCFF， 这就是我们刚刚瀑布流法则量身定制的一道演练题。我们看题目数据，除了乖乖的 depreciation， 刚刚那两个容易被忽略的 NCC 小幽灵也跑出来了。第一个是 amortization of bond discounts， 套用我们的负债法则，折价代表公司当下还在不断的借钱，借钱就是现金流入，所以这笔 NCC 要加上。第二个 deferred tax liability 的增加，套用税务局贷款法则， DTL 的增加等于拿到了税务局更多的免息贷款，公司欠的钱变多了，也是现金流入，所以这笔30也需要加上。好，我们现在就从刚刚我们说过的瀑布流最底端的 net income 出发，因为它在最底端，所有的非现金项目都已经扣过了，所以我们就需要把这3个 NCC 都加回。我们加回折旧的150，加上债券摊销的20，加上 DTL 的30，然后再加上税后利息100乘以1减30%，最后扣掉 working capital 和 fixed capital investment， 得出答案是650。我们可以再从 EBIT 为起点验证一下，还记得刚刚的那张图吗？ EBIT 在瀑布的上游，它还没有扣除利息和税费，所以根本不用管刚刚的债券摊销和 DTL， 只需要加回折旧即可。同理，它没有扣过利息，所以也不需要加回利息。我们算一下，结果依然是650。两条路完美会师。这道题做完， EBIT 和 net income 起点的差异就应该彻底钉在你的脑子里啦。这道题结束。来看下面这道题，这道题改编自原版书的课后题，虽然它涉及了我们下期才会重点讲的 net borrowing， 但它真正在考察的还是刚刚讲过的 NCC 知识点，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这里。我们先一起读题。分析师打算用屏幕上这个长长的公式来预测 FCFE。题目问，根据这个表格里的信息， A、B、C 3家公司，哪个公司
真正适用于这个公式来预测 FCFE。解题的突破口就在这个公式本身。大家仔细看，公式是以 net income 为起点的，但在整个项目中只有一个非现金扣减项，就是折旧。这就暴露了这个公式的死穴。只有当一家公司的 NCC 仅只有折旧时，这个公式才有可能成立。如果还有其他的非现金项目，那这个公式就算不准了。带着这个结论，我们再去读表格。B 公司它有 DTL，C 公司有 Bond Premium 带来的 NCC， 只有 A 公司的账面是最干净的，它除了折旧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 NCC 项目，所以这道题目应该直接选 A。 刚才那道题引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 FCFE 的预测公式， FCFE 等于 Net Income 减去1减 DR 乘以 Fixed Capital Investment 减 Depreciation 再减去1减 DR 乘以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很多同学看到这个带 DR 的公式会觉得一头雾水，说好的 Net Borrowing 去哪儿了？这个1减 DR 又是怎么来的呢？不慌，我们在这里就顺带把这个小知识点也一起打通。首先，公式里的 DR 就是 Target Debt Ratio， 也就是目标资产负债率 Debt 除以 Asset。 在一级的 Corporate Issuer 这门课里我们就学过，公司都会有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在这个比例下，公司的整体融资成本 WACC 就是最低的。大家可以把公司未来的扩张想象成要建造一座工厂，而建这座工厂需要的总投资就有2部分构成，一个是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的新增投资，第二个是固定资产的净投入，也就是 Fixed Capital Investment 再减去当期的折旧费用。这2项加起来就是公司未来的总资金需求。重点来了，因为公司在理性情况下肯定会选择用最优的资本结构来进行融资。比如说，我们固定按照 60% 靠借钱， 40% 靠股东，这就像是规定了这座工厂必须用 60% 的金块和 40% 的银块来拼装。那么这 60% 的金块，也就是 Debt Ratio 乘以总资金需求，就是公司未来打算向债权人借的钱，这就是公司未来的新增 Net Borrowing。 我们把推导出的 Net Borrowing 的这个公式替换回 FCFE 的基础公式里，稍微合并一下同类项，就能完美推导出这个公式了。公式里的1减 DR 其实就是那 40% 的银块，代表的就是股东自掏腰包的净投资比例。最后，我们针对这个 DR 公式还必须强调2个实战注意事项。一是就像我刚刚反复说的，这个公式的死穴是必须假设公司的 NCC 只有折旧。第二，这个公式是用来预测未来的，它是基于公司未来能达到理想资本结构的假设，所以千万不要拿公司过去杂乱无章的历史 Debt Ratio 去套这个公式来计算历史的 FCFE， 那肯定会算不对的。这一点在课后题里也绊倒过很多同学，所以大家务必注意起来。我们来看上半场的最后一道题，这道题稍微换了一个花样，它既没有给 EBIT， 也没有给 Net Income， 而是直接给了最顶层的 EBITDA， 让我们算 FCFF。 遇到这道题不用慌，还记得我们刚才那座利润表瀑布吗？ EBITDA 就在瀑布的最上游，它和 EBIT 之间差了什么？只差了折旧和摊销，所以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把 EBITDA 减去折旧和摊销，就能得到 EBIT。 我们把这个公式代入 EBIT，
接下来直接套用我们刚刚最熟悉的 FCFF 以 EBIT 为起点的这个公式，然后把数字带进去，最后答案就可以算出来是410，选 B。 好，借着这4道实战题，我们把以 CFO、Net Income、EBIT 还有 EBITDA 为起点的公式都彻底再复习了一遍。我们还拿下了最容易翻车的 NCC 法则，还顺带打通了 Target Debt Ratio 的底层逻辑。到这里，咱们这节课上半场的内容就全部安全落地了。大家可以去喝口茶，让大脑稍微喘口气。休息回来，我们就直接进入下半场，去会一会那个随时可能引爆的小炸弹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休息回来，我们直接切入下半场的核心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在第一部分的视频中，我们是从现金流量表的增减去理解它的，但到了实战中，考试也可能给你2张资产负债表，让你自己去找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逻辑看似很简单，我们就是用今年的 Working Capital 减去去年的 Working Capital，而 Working Capital 本身呢，就是用流动资产 Current Asset 减去流动负债 Current Liability。 但是要注意，这里其实藏着考场上最容易踩的雷区，并不是所有的 Current Asset 还有 Current Liability 都能进场的。首先，流动资产 Current Asset 里面必须要剔除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为什么呢？逻辑很简单，我们整张现金流量表算到最后，其实就是求的 Cash 这个项目本身的变动。如果我们把 Cash 本身带入公式中去算，不就成了用结果去算结果了吗？所以现金是必须要留在安检门外的。其次，流动负债里必须要剔除 Notes Payable 还有 Current Portion of Long-Term Debt 这一类付息的债务，也就是 Debt。 这2项是我们最常见的付息债务。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付息的钱本质上属于融资活动 CFF 的流入流出，它们产生的变动我们要计入 Net Borrowing， 而不是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最后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加深一下记忆，只有最纯粹的经营项我们才能够通过安检。一般我们会见到的是 Inventory、Accounts Receivable、Accounts Payable、Wages Payable、Unearned Revenue 等，这些才是撑起公司每天运转的营运资本。记住这里，现金是终点，债务是融资，而只有剩下的经营项才能够有资格进入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公式。好，听懂了逻辑，咱们直接进考场看题。先看这道例题，题目给了 Delta 公司2年的资产负债表细项，目标是算出第2年的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还记得我们刚刚看的安检门吧？我们看到了 Cash 还有 Note Payable 的时候，就立刻要在心里把它们划掉，我们只能挑最纯正的经营项目来计算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我们第1年用100加80减去60加20，得出来的 Working Capital 就是100。第2年同样的计算方式，我们就可以得到 Working Capital 是135。那么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就是第2年减去第1年，最后就得到35 million， 选 B。 你看，我们只要安检这一步做对了，剩下的计算就是口算级别的了。我们再来看第2题，这里难度稍微提了一些。这道题考官反着来，他没有给出每一项的资产负债表，而是给了 Current Asset 和 Current Liability 的总数，同时又把现金和 Current Portion of Long-Term Debt 这2个内轨丢给了我们。这时候我们的逻辑就要转个弯，我们可以用总数减去不合格的项目，就能得到每一年的 Working Capital 了。我们来看计算，我们把第2年的 Current Asset 减去 Cash，
再减去第二年的 current liability 减掉 long-term debt 的部分，就可以算出第二年的 working capital。然后同样的方式，我们也可以算出第一年的 working capital。最后把两者相减，就可以得到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是负的70。注意这个负号，它说明公司的营运资本其实是减少了。我们最后要计算 FCFF， 我们代入 FCFF 的公式的时候，因为 FCFF 是减掉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所以减去一个负的70就变成了加上70，最后得出来了450，选 C。 这里我们要从本质上理解一下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减去了70，为什么最后在 FCFF 的时候要加上？我们可以用消耗存货的逻辑来理解。working capital 下降，本质上说明公司今年并没有投入新钱去买资产，而是在消耗以前年度积累的营运资产来支撑今年的经营。就像你把仓库里往年攒下来的存货拿出来卖掉，换成了钱，那对于今年来说就是一笔实打实的现金流入。所以如果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为负，就意味着资产在变现，在计算现金流时自然就要加回。好，我们再看下一题。这道题其实是在帮大家复习 CFO 和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记得我们在上一个视频中那个四象限图吗？ CFO 的本质其实就是从 net income 出发，加回那些没有出钱的 NCC， 再减去被经营占用的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这些拼图凑齐了才是 CFO。 这道题的难点在于考官没有直接给出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而是给了 CFO， 让我们倒推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所以只要 NCC 没有算错，这道题分就拿稳了。注意看哦，这里的 NCC 并不只有折旧，还有 amortization of bond premium。 按照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法则，溢价的摊销是现金的流出，所以是减项，所以这里是 NCC 120减去20等于100。我们把这个100带入到 CFO 的公式中间，最后就可以算出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是120，选 B， 搞定。好，看完了刚刚的理论和考题，我们现在直接切入真实的商业战场。还记得在上个视频里那张星巴克的现金流量表吗？我们现在不妨用实战操盘的视角来算一算星巴克真正的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大家先看屏幕上粉色的框，这里就包含了应收账款、存货、应付账款、递延收入等等，这些都是纯正的经营性项目。还记得吗？星巴克给出的是一份极其标准的现金流量表，它的括号就代表现金流出，正数就代表现金流入，所以我们把这些数值直接带着符号相加，就可以得出本期的营运资本对现金流的总影响是负的 1494.4。 这时候一个经典的考场陷阱就来了，大家想想，算 FCF 的时候，我们能把这个负的 1494.4 直接塞进公式，变成减一个负的 1494.4 吗？绝对不行哦！你要明白公式背后的常识，这里的逻辑和第二题是不一样的。这里的负 1494.4 已经明确代表了星巴克是为了扩张营运资本，实实在在的掏出了这么多的现金流。这个负号本身就已经替代了 FCFF 公式里的那个减号，如果我们再减一次，那就负负得正，意思就彻底反了，变成星巴克没有投钱，而是靠变卖营运资本再往回捞钱了。所以面对真实的现金流量表的时候，负号很多时候就已经代表了现金流出，我们直接代入计算 FCFF 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画蛇添足去双重扣减。
我们扫清了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 的正负号陷阱，还可以顺手把上面的黄色框的部分也一并看了。这部分就是星巴克真实的 NCC 项目大礼包。你会发现，真实世界里 NCC 根本就不止折旧和摊销，还有我们刚刚讲过的递延所得税，以及非常典型的员工股权激励，也就是给员工发股票但没有花现金，所以它也是一种非现金的费用，以及资产减值、处置损失等等。总结一下，其实 NCC 就是所有扣减或增加利润但没有动到真实现金的项目的集合体。我们把它们全部都带着符号加起来，星巴克这一年的 NCC 就是4385.2。我们在算 FCF 的时候，只需要把这笔钱痛痛快快的直接加回去就行了。以上就是我们 Part 2的全部内容。在这节课里，我们成功扫清了 FCFF 公式里最容易踩坑的两个雷区 NCC 和 Working Capital Investment。接下来我们就将进入 FCF 现金流的终极战，也就是 Part 3。在下个视频中，我们会补齐公式的最后两块拼图 Fixed Capital Investment 和 Net Borrowing。到那时FCF 的所有计算模块就彻底闭环了。当然，除了这最后的两块硬骨头，我还会带大家解决两个非常经典的考场刺客。第一是 FCFF 折现出来的结果和真正的 Firm Value 到底有什么区别。第二，也是让很多同学头疼的障眼法，公司的分红还有股票回购到底会不会影响 FCFF 和 FCFE？ 我是 Analyst Bytes， 这里的每一道题都是为了帮你攻克考试，而每一个实操都是为了让你看透商业世界，让 CFA 走出课本，走进你的生活。感谢你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